好，我们把这朵花就随便找一个位置来画，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画到这个地方。我们先把这个底色再调和一下，因为底色它放了一会儿，放久了它会有一点点沉淀。好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轻轻的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好，刮掉之后，我们再去调色，我们先是把这个太极蓝和紫色，调到一起啊，调成这种淡紫色，在这个笔肚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玫瑰红，我们再挤一点出来。这个玫瑰红，今天这朵花用的玫瑰红比较多。今天这朵花的玫瑰红用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再挤点玫瑰红出来。好，再调一下这个玫瑰红。慢慢的调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了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哦。然后笔尖蘸一点这个曙红，调一点曙红，然后调一丁点这个胭脂，只能调一点点在笔尖上就可以了。大家画的这个颜色有点灰，就是胭脂调多了，胭脂一定要少调，不要调太多这个胭脂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画了啊。我们开始画哪一笔，怎么样画哪一笔都不重要，我们可以随意从哪里开始都可以。这种碎花瓣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小花瓣，我们随意的去组合。小小的，有一些很小的，这种花瓣，我们去组合。可以有一些长一点的。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。稍微的有一点大的，让它这个花瓣里面有大小的这种变化，有大有小。好，可以画小一点哈，这个花瓣可以再小一点，让它的这种细节更加多一点，让这个花瓣显得更加层次更加多一些。因为这个绣球型的，它这个花瓣它本身它就非常碎哈，这个花瓣特别碎，特别多。如果我们一旦把它画大了，最终它就分不出来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了。这朵花你就分不出来这种大小变化，都成了是差不多一样的了。所以我们尽量小，就像我们昨天画的那一朵，也是这种绣球型的。我们昨天那一朵的这个花瓣还稍微的，我感觉哈，
我感觉它稍微的画大了一点点，要再小一点它才会更好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画这种绣球形的，我们尽量把这个花瓣，把它这个花瓣画小一点，让在这个球上的这个花瓣尽量画小一点啊。好，这个笔上要开始补充这个底色了。我们这个底色画了这么久了，已经画了这么久，这个底色有一点少了。好，我们笔肚上蘸一点这个底色，笔肚上蘸点底色。好，我们来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和这个太青蓝，玫瑰红和太青蓝一起调和，调成这种淡紫色，把玫瑰红和太青蓝调成这种淡紫色，这种复合的颜色特别美。如果我们直接用紫色，它可能出不来这种颜色的这种效果，所以经常会用到这种复合的颜色，就是两种颜色去搭配起来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，这种颜色会显得更加好看。好，太青蓝和玫瑰红调出这种淡紫色，这边的我们可以多调一点点这种淡紫色，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这个曙红，然后笔尖稍微沾一点点胭脂，大家一定要慎用，我一直在讲的这个胭脂要慎用啊，胭脂用不好就会显得有点灰。你看这边的颜色是不是马上就渐变过来了？是不是颜色会有一点点区别？有没有？跟这边是不是有一点区别了？我们就是要这种区别，我们就是调这个太青蓝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点，它就有这种区别了。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的花瓣。很小的细节哈，我们要画出多一点层次，就要多一点这种小的细节。好，这种小碎瓣的这种组合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的组合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，特别小，你就直接这样子笔点一下，就会出现这种小的碎瓣，偶尔会有一些这种大花瓣，稍微大一点点哈，偶尔中间会穿插稍微大一点点的花瓣。来一个大一点点，也不要太大了，稍微大一点点，这边就慢慢的有一点带紫色了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一部分，还是一样的，把这个玫瑰红、这个太青蓝调出这种淡紫色，在这个笔肚里面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红，再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这个曙红，加一点胭脂。胭脂我们画的时候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胭脂不要加太多了，这个颜色它就会有点灰，所以我们画一笔的时候基本上都要加一下颜色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笔尖上一定要有深色，一定要笔尖上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花瓣的这种深浅的这种层次感，
笔尖上没有这个深色，你是画不出这种颜色的这种层次感的。好，这种小花瓣我们再来一些。各种各样的小花瓣，偶尔也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了，我们中间这一层，我们基本上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个外边的这个第一层，这个是我们画的第二层，我们刚刚分解的这个第二层。好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底色再调一下，因为底色放了一下，它会有一点点沉淀，再调一下，然后调了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再调色。好，我们画这一边的这个稍微浅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不用这个太清蓝，直接用这个玫瑰红哈，好，我们两边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微差，刚刚都已经跟大家讲了，这种两边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微差。然后这边这些小的碎瓣哈，直接这么去点它，这边直接是点出这些小的碎瓣，也要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啊，这种碎瓣啊，这种小碎瓣，就这么去点它，点出一些这种小的碎瓣。这种虚的这种感觉，小小的细节。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层的这种虚的就直接一笔笔的这么去点，笔上干了我们就加一点点这个底色，然后稍微调少一点颜色。我们画第三层的这个颜色要调少一点点哈，颜色一定要少。直接去点它，点出各种不同形状、不同大小的这种碎花瓣，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点的。直接这么去点它。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一边的，这边我们稍微的要加一点紫色了，好，这个笔肚上又有一点干，我们沾一点底色。玫瑰红加一点这个太清蓝，调出这种淡紫色，然后笔尖稍微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哈，不要调太多了。我们现在画的第一层这个虚的花瓣，颜色不要调太多了，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。
感觉这个颜色调的有一点点这个红了，太红了一点点，太红了一点点，我们把它划掉一点点哈，不要太红了。颜色太深了，太深了。当你下笔的时候，你发现太深了，你就划掉一点点哈，划掉一点点，重新来调一下，重新来调一下，不要太深了啊。这个第一层的这个虚花瓣不要太深了。我们画的时候，偶尔你会颜色一下子没到位，没关系，你可以重新再去调就行了。好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这样子就差不多，这种颜色才去协调一点点哈。然后画的时候，偶尔笔尖去沾一点点颜色，沾一点颜色，让它有这种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。这个花瓣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哈，点出各种各样的小的碎瓣，直接这么去点，点出这种各种形状、各种姿态不一样的这种小碎瓣。虚的哈，虚的我们只要把这个淡紫色调出来就可以了，淡紫色调出来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笔尖如果不想太红了，不想太艳了，我们可以直接沾一点点胭脂，沾一点点胭脂，胭脂一定不要太多了哈，沾一点点胭脂。好，直接这么去点哈，直接这么去点，点出这种小的碎瓣，点出这些小的碎瓣来。来，好，直接用笔这样去点它，可以伸出来一点点，小小的细节。有长的，有一些比较长的，有一些比较圆的。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不要全部都是圆的，不要全部都是圆的，让它有各种姿态、各种形状的这种花瓣的组合。好，这些小小的。这个绣球基本上就画这么多就可以了。待会儿我们这种飞白的地方，待会儿我们可以再去把它补充一下。我们再画这个第3层的这个大花瓣嘛，第3层的这个大花瓣。那么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的笔尖、我们的笔肚上还是要沾满这个底色，不是水分哈，沾满这个底色。沾满底色之后，把这个太清蓝和玫瑰红调和，这个可以我们底下可以调浓一点啊，可以调浓一点。这个玫瑰红和这个太清蓝调成这种紫色，可以稍微的蓝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把这个颜色调上一点哈，调到这个笔的2/3的地方来，把它调上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调这个玫瑰红。然后再蘸这个胭脂哈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画了。如果说你想这里更深一点，你可以在把这个黑色蘸一点点，把这个黑色蘸一点点。我们可以试一下颜色，当你们调好之后，你们可以试一下颜色，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颜色？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颜色？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去试一下。如果不是你想要的颜色，你可以继续调。你觉得颜色还没有到位？我觉得现在颜色还没有到位哈，它颜色还没有到位，它深的这种红还不够红，我们再补充一些颜色。好，我们这个深色的地方，我们这个颜色要饱满哈，一定要蘸饱满。你不蘸饱满，你的颜色这个厚度就不够厚，它就显得特别浅，然后很灰。
所以这个颜色要占饱满哈，我们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颜色一定要占饱满。你们这个花瓣为什么为什么灰？因为你们的颜色没有占到位啊，颜色没占到位，就是刚刚我们颜色也没有占到位，没有占到位，我现在再加一些颜色，再继续去调，把这个颜色调饱满了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饱满了，这个曙红调的够多了，你再去调这个胭脂的时候，它就是很好看的。如果你的曙红和这个玫瑰红调的不够，你就去调这个胭脂，你这个整朵花就画出来这种灰灰的感觉。然后你再去，即使你去加黑色，也画不出这种层次感，也是还是这种灰灰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里先还是来一个小一点的花瓣，把这个缺口这里。好，笔尖刚刚画掉了，没有了，我们再蘸一点点，笔尖稍微蘸一点点这个黑色。好，我们开始来画一个这种底下的这种大花瓣。大花瓣，那这个大花瓣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第一个大花瓣，我们可以不用画的那么大，可以慢慢的去把它慢慢去让它变大。这一个还是稍微的小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画第二个这个大花瓣，还是继续再补充一些颜色哈，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让颜色一定要饱满哈，一定要多调点颜色。你看一下我蘸了多少颜色，把这个颜色蘸饱满了哈。还是一样，可以加一丁点在笔尖上加一丁点这个黑色的。好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你看这样子画出来这个花瓣是不是特别鲜艳？好，笔尖再蘸一点这个深色，笔尖一下这个深色没有了，这个花瓣是不是特别鲜艳？好，慢慢的可以推，慢慢点，有些地方可以用点，有些地方可以用推，这样子你画出来才会有这种不同的这种笔触感，才会有这种不同的这种笔触感。好，这个花瓣如果你觉得它这里太齐了，我们可以把有些地方加宽一点，然后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褶皱的这种地方。好，把这个白色的地方太白的这种缺口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把它补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大花瓣，这个是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啊。这个花有一点点这个出了这个边了。好，我们再调一点点，再调一点哈，再调一点稍微紫一点的颜色。把这个太极蓝和这个曙红，笔上本身就有这个红色的，所以直接加这个太极蓝，它就变成了这种紫色了。试一下这个颜色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笔要试颜色哈，你们不要直接画到画面上去了。其实它有点黑，有点画黑了啊，因为笔上有这个胭脂哈，胭脂太多了，所以你调出来这个颜色有点灰。所以现在你的笔，如果你要求严格的话，你再把这个笔再洗一下，来重新来调我们的这个底色。笔上刚刚没洗干净哦，整个底色都把它弄得有点红了。好，那有点红，那也没办法，我们调的时候注意一下，调的时候多加一点这个太清蓝，加太清蓝来把它综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加了太清蓝之后，稍微的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笔尖蘸一丁点这个胭脂。好，这边还有几个这个大花瓣。笔尖再蘸一点点深色的。好，我们这边可能就画这么多。
先就画这么多，它已经靠边了，已经出边了，然后再画这边的这个大花瓣，这边的这个大花瓣。我们的这个颜色可以稍微的鲜艳一点点，鲜艳一点点，我们多加一点这个玫瑰红，玫瑰红，颜色调饱满哈，颜色调饱满，然后加这个调这个曙红，调这个曙红就可以开始画了。我们可以不要那么黑，不加胭脂，可以稍微的笔尖蘸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这个颜色一直都在这个稍微的有一点变化啊。这个来一个大的花瓣。来一个大的花瓣，我们把这个大花瓣继续延伸一下，可能一笔它这个还没有画出我们想要的这种感觉，把它过来长过来，这种空白的地方，待会儿我们可以再去加它，好，这个花瓣我们这边再来一笔，这个笔上已经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。好，稍微蘸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2笔来组成的一个大花瓣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哈，哪里需要有花瓣，哪里需要去补充这个花瓣。啊，这上面的这些花瓣颜色会慢慢的稍微的浅一点点。我们蘸一点底色，再蘸一点底色啊。这个底色已经被我们蘸的有点红了，刚刚笔没有洗干净哦。哇，这个红色太多了，调出这个紫色太深了，笔稍微洗一下吧。刚刚的胭脂太多了。然后调完之后，洗了之后重新蘸这个底色，把这个太清蓝调一点点，调成这种淡紫色。好，再来一个大的花瓣。这边再来一个大花瓣。可能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，刚开始就没那么完美，我们可以这个花可以慢慢去调整哈，好，把这个花瓣，把这里画满了，这个花型可能感觉现在没那么完美了，我们要慢慢去调整花型，在画画的这个过程中，就是慢慢的去调整的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这边还要继续，这里还要加一个花瓣，调一点这个太清蓝和这个玫瑰红，调成这种紫色，淡紫色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这个曙红。
调一点点胭脂，调一点点胭脂。这里来一个小的花瓣。好，慢慢去加它。这种细节，不要让它全部是一个花瓣组成，让它感觉有很多这种碎瓣，这种碎花瓣去组成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调整这个花的这个外形，笔洗一下，因为我们要画这个上面的，这些调整。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平了，我们再来调整一下，用这个底色。直接用这个底色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稍微的加一下。直接用这个底色来去调整哈，反笔去调整，因为它就是很多碎瓣，我们就直接画出这种碎瓣来。好，直接用这个底色，可以加一点点钛青蓝，让它有一点点紫啊，有一点点紫。扫一下啊，直接用这个反笔来扫一下，扫的有一些稍微宽一点、整一点，有一些碎一点点。这个外形我们来把它进行调整一下。好，这里让它出来一点点，让它伸出来一点点，有一点点这种变化。好，慢慢的调整一下，然后把中间这里我们要调整的把它调整好，中间这一些也要把它调整一下啊。那中间我们还是用这些颜色，笔上的颜色一定要饱满，才能画出这种花的这种饱满感，这种层次感。
啊，这个空隙的地方，我们把这个深色的补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滑板总结的有一点点那个奇怪，把它切一下这个滑板。好，把这个上面这些深的也是一样，让它更深。笔上的这个颜色还是有点太深了一点，洗一下吧，太深了，刚刚画的太深的，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点哈，稍微的深一点点的颜色就可以了。我们稍微把这种白的地方稍微的补一点点，不要太多这个白的啊，不要太多这个白的。好，这个花瓣我觉得还是它稍微的有一点白了，把它加深一点点。看一下整个外形啊，看一下整个外形，调整一下整体。我们再看一下整体外形。好，结的差不多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来画枝干和叶子了。
好，我们调色的时候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，三绿和藤黄调和，然后调一点这个朱标，调一点朱标，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，笔尖蘸一点胭脂来画这个嫩枝干、嫩芽、嫩叶。好了，我们先画一个嫩枝干。好，我们画一个嫩枝干，这个枝干从这个正中间这里出来。好，从这里出来。画一下这个飘带，飘带我们画一长一短，一大一小。好，我们就画这3个，一大一小，一长一短，一多一少，一个两个，一个一个，这样子都是在画画中，都是在画这个对比。好，我们来安排一下这种枝干哈，安排一下枝干。这里安排一个，这里来一个，这里来一个。好，我们先画出这种枝干的这种走向。这里2组，这里1组。本身这个食物它不止那么多，食物是很多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画这个物象的话，我们要有取舍，不能说我们食物里面有多少，我们就要画多少。一边1组，一边2组。然后安排之后，我们先把这个叶子，先把这3组的这个叶子先把它画出来，先把这3组的叶子画出来。那么画这个老叶子，画这个老叶子，我们要用这个花青加藤黄。我们用这个花青加藤黄，加了一点墨，把它调成这种墨绿色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笔尖蘸这个浓墨来画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哈，先画这一组叶子，中间一笔大，中间一笔大，按下去提起来，这个是一笔，然后一边一笔。一笔大，一笔小，这样子就是一片叶子。这个3笔是一片叶子。好，我们再沾一点这个墨绿色，沾一点墨绿色，然后再沾一点墨，加一点墨，
加点墨来画这一边还有一片啊，一边还有一片。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片啊，这边还有一片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个是一个组合的3片叶子啊，一个组合的3片叶子。这3片叶子都画的挺近的啊，都挨得挺近的。好，这边还有啊，这边还有。好，这样子伸展出来，从后面长出来。让这个缝隙里面都有。这一片长出来。好，这里是一组叶子，这里一组叶子。好，我们这一组叶子我们先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，画这一边。还是一样，先沾一点这个墨绿色。画叶子我们速度也特别慢啊，大家应该都能看得清楚。好，我这个3个叉哈，3个叉的3组叶子。那我们先画这一片啊，是从这里穿过来，从这里穿过来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这个一片叶子。好，这个是2片叶子，这边3片，这边这一片我们可以短一点、小一点，让它有不同，这个姿态上会有一些不同。好，这个叶子，这些叶子已经破边了，已经看不到了。再另一加点水啊，加点水，这个淡的层次，画一些这个淡的层次。这一组叶子已经破边了，我们看不到了。好，这2组叶子，这个2组叶子已经画完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再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老枝干画出来，老枝干画出来，再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嫩叶往哪里安排。来，我们把这个老枝干画了。老枝干我们就把这个直大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洗一下之后直接蘸这个浓墨啊，直接蘸一下这个浓墨，这个笔是比较扁的，直接这么去画就可以了。好，直接这样子一笔下来，一笔下来有蓝、有浓、有淡、有枯，这样子出来。这会有一些差。好，这里出来一个枝，然后再蘸一点水，笔上干了，蘸一点水，我们再从这里再出一条枝出来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墨还有点奇怪，不是一个正常的墨，它是这个青墨。我们一笔下来要有这个有这个浓淡这种浓淡枯的这种变化，还有这种有曲有直，你看这种是直的，有直的也有这种曲的，有曲有直，有浓有淡有枯的这种变化来。这个牡丹花的这个杆它就会有这种小的细节。
好，这个枝干从这里出来，这个也一样伸出去。上来，留一些参差。有一些小的参差，从这里再来参差一个出来。从这里参差一个出来，不然这里太平了，我们破一下，破一支，有一个主，一个次，一个这个破，一个主，一个次，一个破，这样子这个3线参差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上面看一下怎么安排啊？看一下怎么安排，是哪一支长，哪一支短？好，这里画一些嫩芽、嫩叶什么的。嫩芽、嫩叶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嫩芽、嫩叶哈，这里画一组这个嫩芽、嫩叶。嫩芽、嫩叶，我们用这个藤黄加三绿，藤黄加三绿调成这种嫩绿色，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珠标，笔尖蘸这个胭脂，笔尖蘸这个胭脂。看一下先画哪一组？我们先画这一组吧，先画这一组吧。好，这个嫩叶慢慢长出来了一点，长出来一点。长出来一点。好，三叉一样的，这个小嫩叶也是一样的，有3叉9顶，一样的是有这个3叉9顶。调这个嫩绿色，调一点这个珠标，调一点这个胭脂。这个嫩叶它是比较瘦一点的，虽然它是3叉9顶，每一组上还是一样的是这个3片叶子，但是这叶子都是比较瘦一点，跟我们正常画这个大的叶子还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可以这个藤黄多一点点，藤黄多一点点，让它更嫩一点，显得这个叶子会更加嫩一点。还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个嫩叶哈，嫩叶是比较瘦长一点。
好，这里来一组，这里穿插一些吧，穿插过来。好，藤黄没有了，我们再挤一点藤黄出来，再挤一点藤黄出来。这里就让这个嫩芽特别丰富。这一幅画的话，主要表现这一朵美丽的花和这个嫩芽。嫩芽就是我们的第二视觉了。我们把这个嫩芽表现的美一些。这个嫩芽慢慢的会长大。这里面这个嫩芽穿插进来了。好，我们后面这一组，我们的颜色可以再用嫩一点，稍微的让它跟前面这一组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颜色上的区别。我们让这一组最上面啊，最上面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不停的蘸这个颜色。好，让这一片这样子伸过来，后面的一片一样的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一组显得特别嫩啊，稍微尖一点哈，这个嫩叶我们可以把它画稍微尖一点。这一组叶子我们伸出来一点尖。好，后面这里还有一组，画出这种嫩嫩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枝干最好大家不要复笔啊，一笔画好，但是这个是要经过锻炼，长期的锻炼才好一笔画下来。一笔没有画下来，我们还是可以去补充一下的，补充一下。好，这边还来一组，伸展过来，穿插过来，穿插到这边来了。这几组嫩叶，我们让它很漂亮。那感觉从这里穿插过来，从里面，在里面的这个层次里重叠，重叠，我们让有一些不同的颜色伸出来。好，我们这两组嫩芽就这样子，嫩芽好不好看？好，这里再来一个。好，继续来嫩芽哈，嫩芽，咱们的小嫩芽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
还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这一组嫩芽让它特别嫩，好嫩的嫩芽。嫩芽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有这个长短的这个变化。你看这里都在一组，我偶尔这一个就是为了跳出来，就是把它跳出来。这一个就是跳出来的那一组，这个就是跳出来的那一组。好，我们这边也要呼应一下，这里有中间我们也来一点点，这里也来一点小嫩芽。这幅画里面主要表现这朵花和这些嫩芽。这里来一个小小的嫩芽。来，我们上下要有一个呼应。这个叶子干了，待会儿我们要勾叶茎了。上面有这么多嫩芽，那我们下面来一组，跟它有一个这个呼应。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组嫩芽，我们安排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加到这里吧。其实这里，好，我们就加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就加这里，而且我们把这个嫩芽，更大一点，好不好？让它长出来的这种嫩芽，来，让它破这个叶子，这里有一点参差的这种感觉。这个小嫩芽就不一样了，它这个我们的这个花苞大家都知道嘛，这个花苞都是从这个嫩芽里面长出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我们让它这样子参差过来。花苞从嫩芽里面长出来，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？好，我们再画一组这个小嫩叶啊。这个叶子看一下安排在哪里。如果这边两边这样子撑开，如果这个叶子这样撑开，这里撑开，它不好看，这个质感没有画上来，看一下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的这个胭脂少了，也加胭脂加少了。看一下哪一组叶子啊？这一组叶子。这一组叶子我们让它掉下来，
好，一边2组，一边1组，这边来2组。这个叶子都从这里穿过来啊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小嫩叶，小嫩叶，还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从这里穿过来啊。这里感觉太小了，让它3个一样大，我们就把它破一下，让它有一个大的，然后大中小，不要3个叶子在这里摆着都是一样大，一样大它就不好看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个水分有点大。好，这里就这么来，就这么样。好，还有这个藤黄又没有了，再挤点藤黄出来。好，这边我们来一个小叶子。上面有嫩芽，下面也要有嫩芽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来一组嫩芽，在这个地方来一组嫩芽。从这里穿过来啊。从这里穿过来。那更加有姿态一点。小嫩芽。啊，这里还有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穿插一个过来，然后这里再来一个小嫩芽。好像这里还有一个忘了，差点把它掉了。
好，我们现在勾一下叶筋哦，再不勾的话真的是干透了。用这个浓墨来勾这个叶筋。勾叶筋的时候不要勾太多了啊，勾个2、3笔，勾个2、3笔，一片叶子勾2、3笔就可以了。两边不要勾一样多，像我们中间这一个啊，这边勾2笔，那这边来1笔就可以了。好，勾一下这个叶筋，2笔1笔，2笔1笔。勾了叶筋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整体画面。一个画面上觉得叶子太单薄了的话，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它会不会单薄。如果单薄了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这种层次上去啊。画画的时候就是一边看一边画，一边根据这个画面的情况，可以慢慢去调整。好，我们还是可以加一点点淡叶上去啊。等我们把这个叶筋勾完线哈，然后我们这个嫩叶我们要勾一下这个胭脂，其实不勾也可以的。其实这个嫩叶不勾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画的时候颜色没有调的太匀，没有调的太匀，就是为了让它有这种笔触感，可以不用勾。我们画这个嫩叶的时候可以不用调太匀啊，笔看到没有？不用调太匀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不调很匀，这种效果看到没有？它这个胭脂自然会有这种痕迹在这里，自然有这种痕迹。我们这一组嫩叶我们就不勾了，就这样子了，不勾它，好吧？我们就这样子不勾它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哪里需要有一些淡的层次，淡叶的层次，加一些这种层次感。这里来一组。这里让它满，淡叶的层次等它干了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。这里不加，这里加一点点。这是后面的这种层次。
好了，再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整幅的这个画面。哎，花心还没有画，花心还没有画。这个我们画一下花心吧，点一些花心，不要点太多了。画一下花心。这个花心是增添这个画面的这种点的这种感觉，因为一幅画它是有这个点线面的这种组合，那我们枝干就是线，那我们的这种花瓣大的花瓣这些就是面，那我们这个假如说这个枝干的上的苔点呢，还有这个嫩芽，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这个点，还有这个花心都可以视为是这个点。这个花心也要有这个组合啊，这个多的这边我们让它很多，后面一些小的组合，偶尔也会跳出来一点点，偶尔会跳出一两个。这边还要加一点点这个。小嫩芽。好了，这幅作品就这样子完成。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题字题在哪里好。这幅作品我们题字题在哪里好？大家一起看一下，一起建议一下。我觉得题在这里也可以。这个地方不一定都是说上或者是下，我觉得题到这个地方好。左上其实也可以哈，上一点也可以。左上这个位置有点短，我觉得提到这一块都可以。提到这一块，不要跟这个花齐了，跟这个花齐了就不行，要么低一点，要么上一点哈，要么低一点，要么上一点，这样子提少一点，不用提太多。我感觉的位置是这里。这幅画只能提穷款，在这里提一个穷款也可以。这里提一个穷款，可以在这里盖一个这个闲章，反正这两个地方哈，这两个地方来对一下，来呼应一下，这两个地方来呼应一下。可以加一点点哈，加一点点红，让它露一点点出来。
让它露一点点出来，但是已经露不出来了，没地方露了。好，露一点点这种感觉出来就可以了，露一点点出来，这样子也可以，不画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。这个小花苞它没有长出来，它就基本上是成这样的一个姿态。有的是画，肯定不是说每一个东西都画东西，每一个都可以把它画的，就是合你的心意，就是可能它真的没那么完美。其实这个小花苞它也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姿态。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把它调整一下。当然，这个是写意画，虽然说有一点点它也不影响，因为我们不是说画这个画这个什么油画，每一个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要画的一模一样才好。这个地方再看一下，慢慢看，又会觉得有一些地方有问题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两片就觉得有点平了，看到没有？有点平了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片，从这里出来。你看这两片大小差不多，这两片大小差不多，然后它这样平齐，那我们加一点点破一下，加一点点破一下，它看起来可能也会好一点点。没有一幅100%完美的作品，这个我们画这个写意的话，不用要求的太苛刻了。